我弟生下来就没了命根。我奶找到个偏方，说孝女挖心，包治百病，越孝顺的女孩药效就越好。当晚他们就拿刀劈死了我姐。很快我奶奶大喜，孙儿长大了。只是他们不知道，挖心的孝女必然成煞。我弟的命根是向老天爷借的，所以我奶很焦虑，她随身带着本子，里头详细记录着每天的数据。长氏喜人时，他就骄傲地说他看过全村南海的都没填饱的墙，咱王家才是真正的顶梁柱。可弟弟出生时明明什么也没有，我妈历经万苦才拼到男胎，还没松口气，我奶一掰婴儿大腿，好空荡啊！全家人脸变得惨白。天煞的，这是天烟啊！我那会儿才12岁，什么也不懂，张口就问，大姐赶紧捂住我的嘴，可我爹还是听到了，气得给了我几耳光。长大后我才知道，天烟就是火太监。我奶哭天喊地，把我妈拖下床来回殴打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生的几个赔钱货亏空了身体，我大孙怎么会这样？我妈哭成泪人，惭愧地说不出一句话。她是村里最典型的女人，低眉顺目，以吃苦为荣，以婆婆丈夫为尊，以多生儿子为依仗。当晚她就羞愤上吊了。这婆娘狠心啊，要死也给我大孙断奶满月后再走啊！没了命根，又没了母乳，我大孙惨啊！在奶奶爸爸的咒骂声中，我跟大姐抱成一团哭。第二天，我奶奶一扫颓丧，我乖孙有救了。据她重金聘请来的老道说，天烟本是不能逆转的，可有个秘法能颠倒阴阳，挪移乾坤。这招叫借龙生根。当然，逆天改命是需要助力的。道士的目光扫过我跟我姐，露出满意的微笑。好在你家的药引管够的。出事那晚，我睡得特别沉，直到半夜，我一摸隔壁炕，还是冷的。我姐怎么还没回来？我披着破棉袄找了出去，见柴房门半开，里头几个影子来来回回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悄悄一探头，里头的景象让我遍体生寒，几乎要尖叫起来。我姐正衣衫不整地被捆在地上，像待宰的羊；我爸则高举起斧头，大汗淋漓的手紧得发白。道士说，孝女挖心是村里一直有的古方。看见你们村口的孝女牌坊没？那是皇帝老人家讲的，古有孝女主动挖心救父，包治百病。原来药引是一颗孝女心。看我爸犹豫不定，我奶急得跺脚，压低着喉咙催：大贵，你可就这一个儿子，做什么都值得，不然以后下去了怎么跟祖宗交代？看得出我爸残存的人性让他还在犹豫。都是你的种，你就舍得我大孙苦命一辈子？算命的说过，你这辈子就只有一个儿子，错过了就没了。大丫只是受一下罪，我大孙可得痛苦一辈子啊！我姐嘴巴里塞了鼓鼓囊囊的布团，说不清一个字，只能拼命挣扎。漂亮的杏眼布满泪，依稀听见她在说：爸，我会赚钱，会更听话，求求别呀！我姐是真懂事，大冬天手洗全家人的衣服，手常年都是冻疮，吃饭从不敢多加一筷子菜，有能吃的一定会先紧着给我。我奶说穿鞋浪费，雨天姐姐得赤足上山打猪草。陆宁宁，她的脚被草割伤感染后烂得血肉模糊，还能笑着安慰我没事。可这些都阻止不了我爸扬起斧头。紧接着，我清楚地听到刀入皮肉，再碎骨头的闷顿声。我姐的身子重重往里折了几折，很快没了动静。道士在法坛上重重劈下一剑，不断吆喝完，探手进去。很快，一颗热腾腾、鲜血乱淌，似乎还在跳动的心脏被道士捧在手心里。他熟练地将心脏四面贴上符咒，又用8根红线拴在心脏上，红线另一端全捆在了我弟身上，他还安宁地睡着，无忧也无虑。随着心脏每跳动一次，红线就跟着一颤。我从有记忆起，奶奶的嘴就没停下过，连我多吃一口米，多加一口菜，她都能骂上大半天。可现在她大气都不敢出。我奶举着蜡烛凑近，掀开被褥，大喜过望，难言激动。长了，我孙儿真的长了，真有了，平地生根那种。我爹老泪纵横地跪在地上，我王家有开枝散叶的香火了。他在兴奋什么？我不懂，是兴奋自己这几间破瓦房，几亩薄田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继承者吗？就在这时，我清晰地看见姐姐眼皮上停留的苍蝇突然飞了，大姐嘴突然动了动。没人给她下葬，尸体还横在后院。天刚亮，我奶就迫不及待地抱着弟弟挨家串门的嘚瑟，还专挑家里没儿子的。都来瞧瞧，我大孙子整9斤，一脸福相，贵不可言的。张婆，你家媳妇4胎都没能生出儿子吧？可怜的哦，给你多看看几眼，看几眼得了，可不能上手。过去他说在村里抬不起头，没男丁，族里年夜饭都上不得桌。现在他当着3姑6婆的面掀开我弟的襁褓，发出趾高气扬的惊呼：哎呀，我孙儿又尿了，尿得可真远！我宝贝大孙就是金鹏展翅的命啊！可我奶炫耀还没几天，他孙子突然不行了，不吃不喝，奄奄一息，急得他赶紧请道士回来开坛。但奇怪的是，蜡烛刚点，屋里凭空刮起了阴风，把满屋里的蜡烛猛地全灭了。老道脸色发沉，说再点，可点燃的火苗只是虚晃一下，又被风吹灭。老道低声说不对，他横扫过我奶、我爹、
眼神犀利。如是说，这房里7日内是不是死过人？孩子他妈是在这自杀了。我爸支支吾吾，只能如实相告。看到2具裹在破席子里的尸体后，老道眉头紧得都拧到了一起。他用桃木剑挑起我妈身上的血衣，皮肤下已经生出一层白毛。自杀的人不会煞气那么重。老刀冷笑，他最恨别人骗他。他脖子上的痕迹有好几道，他分明是被人勒死的，可不是上吊。我呼吸顿住，妈妈是产后虚弱背。我下意识看向我奶，她喋喋不休的谩骂全哽在嗓子里，像被人掐住脖子的公鸡。就是他杀的，是他。我爸脸色也很难看，妈，秀芳才刚生完啊。我奶人梗着脖子，生2个就会吃闲饭的丫头，她还有理了？她祸害了我孙，我训训她怎么了？失了手还想我偿命不成？再说了，就她那破身体，一直赖死活着，你怎么娶新的？别以为娘不知道，你跟村西的张寡妇早勾着，娘这是在帮你呀。被我奶当着外人的面揭穿私情，我爸面红耳赤，他这辈子就没在我奶面前抬起过头。眼看孙子的小脸涨成了青紫色，我奶痛心不已。大师，现在啷个办？倒是那双鼠眼一直看着我。鬼婆娘要成白毛僵尸了，母女成煞，别说给你儿子换乾坤，就连你们全家都得遭殃。今晚是大姐的头七，让二丫头背尸上坟，引这对母女回坟。母女连心，他们会跟着你走的。荒山夜坟，老道往我姐尸体上擦满锅底灰，贴满黄符。姐姐脸上太脏，我忍不住想替她擦时，被道士呵斥住。人死7天，3魂7魄才会彻底消散。这些符可保你姐1魂2魄不散，这样你背她尸体上山时，你娘就分不清你们谁是活人。她会以为2个女儿都安然无恙，就能入土为安。道士看出我的愤怒，慢条斯理的威胁，你也不想亲娘做孤魂野鬼吧？你要是不想上也行，我把她分尸，深埋个地，再用凶物镇着，一样能行。我妈操劳一辈子，在他们口中连牲畜都不如。我咬紧牙关，直到满嘴血腥，才沉默地背起姐姐。她很轻，比活着皮包骨时还要轻。毕竟我姐这辈子也没吃过一顿饱饭，能不轻吗？老道这才满意。切记，回坟途中，尸体的双脚可不能着地，着地会尸变。等把他们引进墓坑里，你亲手埋了，才算大功告成。上山路难行，我拖住姐姐的大腿，弯腰时，姐姐的脑袋歪向一边，长发也随着我的动作垂下，垂到我眼前。我姐生来有头漂亮的长发，可惜每次一长，我奶就绞走她的头发卖钱。我心里咯噔了下，背脊瞬间布满冷汗。不对，姐姐死时头发才勉强到肩，现在怎么那么长了？发丝如瀑，把我的视线遮了大半。忽然，雾蒙蒙的视野里多了一双赤脚，肤色惨白，尸斑点点。那是我娘的。我妈跟在后头，她亦步亦趋地跟着我，步子不大，跟生前一样胆怯。她轻轻唤我：“二丫，是妈妈呀！大丫，二丫，妈妈想看看你们。”鬼气吹在脖子边，冷飕飕的。我特别想回头看妈妈最后一眼，可我想起道士的提醒，走阴路时不要走回头路，回头一次，肩上的火灭一把，也千万不要开口说话，无论谁喊你，都别说。我紧闭住嘴，照着老道教的步伐走7步，停1步。山里的墓坑是早上道士挖好的，坑里铺满雄鸡血符咒，离坑就差几米远时，夜空惊雷闪过，我心道不好，天下雨了。瓢泼大雨把我姐身上的黑灰跟符咒冲到地上。道士提醒过，锅底灰常年受烈火烧，阳气多才能把你姐的鬼气暂时封在体内。符纸越掉，身上的尸体越重。我清楚地看到姐姐那双直挺挺搭在前方的手，指甲爆长，这鬼气怕是封不住了。好不容易等到天亮，当我湿漉漉地逃回家中，就听到我奶的尖叫声：“大贵，快止血啊！”我一过后院门口，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味，我爹躺在地上来回抽搐，他用手捂住裤裆那，正流血不止。我爸惨号着：“大师，救我呀！是我上厕所时瞧见了秀芳。”我奶要给他上药，一看吓得瘫坐在地，没了，怎么都没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奶撕心裂肺地扑向道士，那架势仿佛要把道士生吞活剥了。你说我儿子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说藏好了那对母女就会平安无事吗？你个骗子！道士可不让着他，一脚把人踹开老远。这招秘术叫借龙生根，我说过，逆天改命是需要助力的，孝女心只是药引，借了什么就要还回去什么，连本带利，这不是天理循环吗？我爸嘴唇颤抖，眼中满是绝望与愤怒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你们也没问我呀。道士老神在，是你妈说，只要让孙子能传宗接代，什么代价都愿意的呀。我奶、我爸面如死灰。邻里听到声响，也过来八卦。我奶冲出去咆哮赶人，我儿没了媳妇，女儿难过行不行？是哭是笑还要你们管。邻里嘀咕，前几天还喜笑颜开，哪里像伤心的样子？血止住了，我爸生无可恋地瘫在床上，坐月子一样哼哼唧唧。我端的药洒了，他想骂我，但一动怒就扯着伤口。很疼吗？大概吧，但一定比不过我姐被劈裂时的疼。我心想，能更疼一点吗？我爸嚷嚷着要去大医院，去接，去移植。
可这钱哪来？起码得卖宅基地。我一脸忧心地提醒我奶，您不是说弟弟才是王家未来的希望吗？再说了，移植的也是花架子，好像也不能生娃，有这冤枉钱留给弟弟读书不好吗？摇篮里的婴儿不哭不闹，一双眼睛深黑不见底，像没眼瞳似的。我怜爱地摸了摸婴儿的脸颊。奶奶，一想到天宝以后能为家里开枝散叶，我就打心眼里开心。看弟弟天庭饱满，倒是都说是做官的面相，咱们王家也该有个出人头地的了。我奶紧紧抱住宝贝孙子，再看看已经疼晕过去的废物儿子，挣扎片刻，他默认了我的说法，是这个理。家里乱成一团，我哼着小曲来到厨房，给自己炒了一大碗蛋炒饭。平日我是赔钱货，别说鸡蛋，就是粗糙米也没我的份。这次我足足加了3个鸡蛋、火腿片，大快朵颐时，门口闪过一道人影。是道士，他一把抓住我胳膊，眼神犀利又咄咄逼人。鬼婆娘怎么会突然打道回府？说那天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呀？我瑟瑟发抖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要封坟时山里下起了夜雨，好在我手脚快，人已经葬下去了。不信你去检查呀。倒是检查过，尸势入土过，但仍觉得蹊跷。既然封好，为什么女鬼会回来？我娘可能还是不放心家里，要回来看上一眼吧。道士打量着我，忽地伸手，不顾我挣扎，强行脱掉我的鞋子。夏雨，你脚底全是干的，一点湿你也没有。你在骗人。是的，几个小时前，野坟前，我体力不支跌进了墓坑里，尸体压在我身上，尸臭与墓坑里的鸡血混在一起，臭得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可等我再醒来，我已经平躺在了树下。怎么上来的？我睡了多久？周围明明有乌鸦在嘶鸣，可那些瘆人的声音隔断在外。半睡半醒中，有双粗糙冰凉的手掌抚摸我的脸，森冷刺骨，但我没有半点害怕。我拼命想睁开眼看看姐姐。尸体伏在我耳边，低语：丫丫，要替我好好孝顺他们啊。在我们这样的家庭，我从不信谁会真正孝顺。我姐只是害怕奶奶的咒骂，恐惧我爹的拳头，更心疼我妈无能的眼泪。姐姐偷偷跟我说过，我不会嫁陈麻子的。二丫，隔壁村的苏姨看我可怜，肯带我去广东打工，下周3的车，包吃住的，等我存到钱就接你走。车票啊，她无比珍惜地缝在衣服内衬里。可是她最终还是没能坐上那趟车，永远的与未来失之交臂。我泪流满脸，泣不成声地拼命点头，会的，姐姐，我答应你，我对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他们的。我爸那天后神志就不清了，一会儿说看到我姐，一会儿对着空气磕头求饶，让我妈放过他，颠得很。倒是让我奶买来雄鸡，割血驱邪，效果欠佳。倒是也无奈了，我看他是做贼心虚，要不去看心理医生吧。清醒的时候，我爸就跟我奶闹脾气，嚷嚷我要去做手术，给我钱。妈，我是你亲儿子，你就忍心看我这样？看到我奶只对孙子关怀备至，我爸目眦欲裂，十分愤怒。妈，我喊了你几十年妈，天宝还是个屁都不懂的婴儿，你要为了他放弃我？没有我，能有他这兔崽子？我奶理直气壮地说，大贵呀，妈也是没法子，以后天宝吃奶、读书、衣食住行哪样不花钱？他已经尽力安慰儿子了，都说城里的狗会阉割掉，活得更长，人可能也是。大贵呀，你这辈子生了1儿2女，也算完成老祖宗的任务了。我爸气得直喘粗气，任务？你把我当啥？配种的公驴子啊？我奶不管，他怕我爸偷钱，把棺材本藏得死死的，任凭我爸寻死作妖，也半点不松口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爸闭门不出好多天，他老相好李寡妇耐不住了，上门探病。死相，那么久不来找人家，该不会出去偷吃了吧？我爸虚弱的陪笑，没，就是病了，病哪儿了？事关我借龙2GT 22下半辈子幸福，那我可得好好检查下。我见过李寡妇好几次，她丰臀细腰，做派风骚。我妈怀孕期间，她上门挑衅过好几次。秀芳姐呀，你这胎要是还是女娃，可咋整？我都替你发愁。我要是你呀，真不如死了算了。我妈性子懦弱，每每遇到她，都恨不得避得老远。我悄悄贴在门口偷听，打情骂俏几句。李寡妇上下其手，几声脱衣服的窸窣声后，房里爆出女人尖锐的倒抽泣。大贵，你怎么成太监了？翠儿，你别急，听我解释。我爸惊慌失措，提起裤子，忍痛爬下床，拉住李寡妇的手，苦苦哀求。我马上就要去做手术了，等做了手术，咱们就结婚。李寡妇才不信他，尖声回应：你当种牙呀？还做手术，不人不鬼，不男不女，滚你妈的！眼看衣服在拉扯中破了，李寡妇更羞恼，我要的是老公，可不是姐妹，把衣服钱赔给我，不然我现在就出去说，我要告诉全村，你王大贵根本不是男人。他不知道，我爸是听不得这些的。我爸双眼变得猩红，像头发疯的牛犊子，操起热水瓶用力砸了过去。女人踉跄向后，想要躲已经来不及了。砰的一声巨响，碎片四溅，热水混着血腥四散。等我奶闻声赶来，看到的就是李寡妇横躺在地，姣好的脸上插满玻璃碎片。我爸瘫坐在血水里，带着哭腔：妈，他说我不是男人。我就是啊。那晚
母子齐心拖着尸体，把人埋在了后院菜园子下，整个过程也就10几分钟。原本那个挖好的坑是留给我妈的。我爸提心吊胆的过了几天，好在李寡妇的消失倒没掀起什么大浪，她的香好多，常常出去留宿几个月才回，村里的女人巴不得她不在。那晚，我爸把我奶叫到房间，妈，我有办法了。既然挖心孝女效果那么好，能借一次就能借第2次吧，我们家不是还有二丫呢？我奶犹豫，可陈麻子左右上门说，他之前下过聘礼给大丫，现在人没了，他改要二丫，不然就要赔3万。妈，你该不会是舍不得那3万吧？我爸亲手杀过人后，他就变了，变得强硬偏执。比起我下半生的幸福，这3万算什么，是吧？我奶不自然的干笑，没，妈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二丫不像她姐，从小野得很，一身反骨，再多反骨，我也有办法治她。那天后，我奶破天荒的让我上桌吃饭了，我夹肉，她下意识要骂。我爸赶紧给他递眼色，我奶用生疏的和颜悦色的语气提醒我：“二丫头，女娃吃那么多肉会胖，不好找婆家的。”我心知肚明的装傻笑，可我要读书，不吃饱哪有气力？什么？这下轮到我爸拍桌了，你还想读书？不是给你办了退学了吗？我大口吃饭，心平气和道：“学校老师不是来普及过吗？9年义务不用钱，就一点学杂费。奶奶，你们不把我嫁给陈麻子，损失了3万，我就想多读书以后赚的钱多，这不才能更好的孝顺你们吗？”我特意把孝顺2个字咬得最重，这是他们的死穴。果然，2人不情不愿地答应了。我天生反骨，吃软不吃硬，想要我孝顺，可以，那就必须先满足我的愿望。我要读书，一路读，谁也不能阻止我。我上重点高中那年，我弟王天宝也长大了。这几年，我家发了横财。几年前，村里首富的独子在外染了梅毒，浑身生烂疮。我奶知道后，从我姐那颗心脏上切下指甲盖大的肉，混在粥里送过去。没2天，那人的毒疮全好了。一点疤痕也没留，这是1传10，10传100，都说王家村出了神婆，能治百病。村支书在他面前说话都客气得很，我家门口隔3差5停着豪车，都是城里权贵来重金求药的。我奶把我姐的心脏风干处理，价比黄金。她美滋滋地收起存折，这些钱以后都是给我大孙子留下的，你们谁都别想打主意。我弟天宝倒也争气，从小聪慧内秀，是远近闻名的天才。他过目不忘，什么课文、公式，他扫2眼就能倒背如流。这些年，我对家人千依百顺，对弟弟细致周到。我弟走路跌倒时，我比谁都着急。他怕黑，晚上我下了自习，一定是先给他讲故事，等他睡着后再做功课。我们出门一定挥手牵手，寸步不离。同学笑我伏地魔，我也不恼，笑盈盈地说：“我越读书，就越懂得家人不易。我很为过去的不懂事后悔，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他们。”我爸欣慰了：“二丫呀，那爸爸的下半生幸福可都靠你了。”他看向我的眼神垂涎欲滴，像妖怪在看唐僧肉。可就在他认为时机快成熟时，首富独子突然暴毙了。王彪死得很惨，也很蹊跷。他一夜之间浑身爆出毒疮，每个疮大如紫红的鹅蛋，破皮后的毒水横流。更诡异的是，他胸腔里空空如也，像有什么蚕食内脏后破肚而出。死后，王彪嘴角还带着一丝诡异的笑。他爹王父发出歇斯底里的哀嚎：“我的儿啊，我弟儿啊！”王彪媳妇哭着说，王彪发疯前一直念叨有什么在里头，他问到底是什么，疼得失去意识的王彪喃喃：“大丫，大丫在里头。”我奶在一边愣了几秒，猛地发起抖，围观的邻居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：“大丫，那不是王婆家的大孙女吗？”“对呀，彪子不是也吃过王婆的神药吗？一夜之间就好了，只怕是什么邪门法子，反噬了。”王父失去理智地把我奶按在地上掐脖子，说：“那神药到底是什么？你给我儿子吃过什么？是不是你们在搞鬼？”我奶呛得直求饶，可王父死死压住他，手臂、脑门的青筋都凸了起来。我奶被掐得满脸通红，断断续续的求饶：“不关我的事，那是神药，就是的呀。我家天宝也吃过，也没事啊。”邻里怕真出人命，赶忙喊来我爸，一堆人拉扯劝阻，我奶这才钻空子，狼狈地逃回家。他第一时间扒开我弟的裤子检查，才松口气：“没事，老天保佑，天宝没事。”我爸关紧家里的每扇门窗，外头王父领着打手，把我家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我爸脸色阴沉的可怕，看来这里是不能久住了。我爸定下日期，催道士尽快挖心。可村支书半夜登门，给我奶介绍了一单生意，城里的富豪病入膏肓了，需要一颗孝女心。婶子，事成后几百万，咱们分了不好吗？我奶压低声音，可大贵他惦念着呢。村支书敲了敲旱烟，扬起讳莫如深的笑：“大贵一天天地就想着下半身那点子破事，成不了事。你家天宝不是池中物。”正好我弟拿回满分奥数卷，很懂事地说：“奶，老师说要带我去省里培训，可能要花钱，要不我不去了。”村支书说：“看吧，村里教育不行，天宝以后去大城市读书，要出国深造，要娶媳妇，要成家立业，当官发财，哪一点不得花钱？不比大贵那点破事重要？几百万与儿子的命根。”
我奶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。他故意支走我爸，等我放学刚到家，几个壮丁就将我拉上面包车，只是车才启动，车尾箱扑出黑影。是我爸。他挥动手里的棍子，毫不留情地砸向我奶。我就知道你还是偏心天宝。妈，你好狠啊！那臭小子是死是活关我屁事，要不是为了他，我还好好的。我今儿就要做回男人，顶天立地的大男人。我奶当场头破血流，他显然还是低估了男人对自尊的执着。他尖叫着让我搭把手，二丫还愣着做什么？我为难地看着这一切，就像事情跟我没关系一样。可你们都是我亲人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帮哪边都是不孝，我做不了主啊。很快，村支书带着7、8个小伙踹开我家门，他带来了奄奄一息的富豪，仗着人多势众，7手8脚把我爸捆住，把他抓起来。我乃艰难地爬起，快，不能让他破坏仪式。道士的法坛已经不好，奄奄一息的富翁躺在中央，而我跟几年前的姐姐一样，被五花大绑，麻绳深深勒进皮肉。这让我想起那晚，想起我试图挡在姐姐面前，却被我爸一巴掌扇翻在地。我满脸涕泪，手脚并用，像只狗爬到我奶面前，哀求她：“奶奶，姐姐也是你的孙女呀，饶了她吧。”祭祀开始，可与上次不一样。道士才起剑，屋内阴风大作，烛火疯狂摇曳，晃得全屋法器哐当哐当响。与此同时，窗外浮出一个模糊的人影，我奶瞪大了眼睛，颤抖着问：“大师，那是啥？”空气里的寒意让蜡烛凝霜。法坛外本布着数层红线，上头缀满铃铛，人影越大，铃铛响得越是急促，催命一样。铃铛无灵心，人过无声，只有鬼过才响。道士面色骤变，不对，你们家哪来的厉鬼？我忍无可忍地笑了，提醒说：“当然有的呀，奶奶、爸爸，难道你们都忘记了吗？菜园子里不是还埋着李寡妇的尸体吗？”话音刚落，全屋烛火全灭。有什么破窗而入？我瞧见那尸体瘪瘪长长一条，像风干的壁虎，嗖的一声朝我爸扑去。啊！伴随惨叫。不过几秒，我爸脸上已经血肉模糊，狰狞一片，他惊惧地往后爬，无助地挥舞双手。翠儿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，我不是故意害你呀。李寡妇嘴角嚼肉，那双没了眼珠的无敌眼恶狠狠瞪着我爸，这骇然模样让所有人头皮发麻。我乃不敢上前，眼看我爸奄奄一息，他抓住道士不撒手：“大师，快去救我儿子，我可以给你钱。”怎么救？女鬼是缠定他了，要索命的。道士呼吸至重，握着的桃木剑怎么都没勇气挥出。他是有点小本事，可这等嗜血煞物还是头一遭遇到。奇怪，才死了没几年的尸体怎么能那么凶？除非有人养着。这时门口嘎吱一声，有人推门进来。是我弟放学了。看着眼前的惨状，他一点也不害怕，背着小书包踩着血进来了。我乃生怕牵连到孙子，低声要我弟跑，可李寡妇看到我弟，反而嘶声弓背，又惊又畏地往后退。道士忽然明白了什么，又惊又骇地看向小孩：“是你，弟弟继承了我妈的姣好容颜，乖巧可爱的他。”树弟笑了，我怎么了呀？那是一个完全与年龄不相符的笑，冷酷阴郁，毫无童真可言。他解开了我身上的麻绳，来到我奶面前：“奶奶，别害怕呀，我是天宝呀，是你的大孙子，也是你的大孙女呀。那晚从叶坟跟我一起回来的，还有姐姐。姐，你来迟了，没看到刚才的热闹。”我埋怨着，然后把地上这群人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堆在一起，看着他们眼珠子都要瞪出来的样子，我姐笑了：“抱歉啊，今天我代表班级做全校讲话，是耽误了一点时间。”没事，好饭不怕晚吗？我奶脸上的肥肉剧烈颤抖，咬牙切齿地唾出一口：“你胡说！我孙儿呢？把天宝还给我呀！孝女心真能治病吗？”我提溜起道士的衣领子，不顾他的哀嚎求饶，把他扔给女煞师。助纣为虐，本就该死。村口那个古牌坊，你们总认为是皇帝嘉奖被挖心的孝女，可那个村在所有地志里都没有记载，她消失了，而消失的原因就在牌坊里。我曾在牌坊底部发现过几行刻字，歪歪扭扭，看得出是人死之前拼命用刀尖刻下的。吃过孝女心的人，几年内必死。姐姐脸上笑意更甚，声音轻缓：“他们腹中会孵出怪物，会被控制，被吸食，被反噬。吃过孝女心的人越多，我的力量就越大。你们的生命就是我复生的养分。奶奶，要不是这几年您拼命售卖我的那点心脏，我也不会复活的那么快。”他双手合十，孝顺温良，堪称模范。真的很感谢你们这几年对我做出的贡献。难怪随着我弟年岁渐长，那些服用过孝女心的人出事的就越多。我爸临死前仍有幻想：“大丫，是二丫怂恿你的是不是？你平日是最孝顺懂事的孩子，爸爸知道你不会伤害我们的。奇怪，为什么你们总觉得我孝顺？”我解释笑，他环视那一张张惊恐的脸。我从懂事起就恨你们，顺从从来都不等于孝顺。当然，在你们眼里没区别。被饥饿、恐惧奴役的顺从，怎么会是孝顺？让一个被剖腹挖心的女孩不去怨，不去恨，凭什么呢？女煞师吃完道士，开始舔舐我奶的脸，她害怕的脸上的褶子都紧贴在一起。孙儿，
奶奶知错了，这几年奶奶对得起你呀，做的一切都是为你打算的呀。杀我的刀是你亲手磨的，磨得好利好利呀。我姐笑得脸红扑扑的，可真奇怪，做孙女做女儿时，我什么都要干，干什么都是错，多吃一口饭是贪嘴，生病是犯懒犯贱。做孙子做儿子时，只是随手给你递双筷子，你就感动得哭了，满村嚷嚷我孝顺。奶奶无辜辩解，大丫，谁家女娃不干这些，你也没比别人多干了什么呀。我姐点头，做女孩时，班主任说我成绩好，你们说女孩读书心慧也，撕碎了我的课本，让我退学了。做男孩时，你们说我是天才，会光宗耀祖，前途无量，都上赶着给我筹谋未来，好奇怪，明明我还是我呀。曾经他什么都不敢要，我只是想活着，当个人，为什么连这点都不允许我拥有？我心疼地搂住姐姐，她拍拍我的手，说一切都不重要了，我会重新活一次，再活一次。这一次，我们的人生里不会有你们。翌日，来寻仇的王父劈开我家门，一推门，这帮大老爷们就被吓得屁滚尿流。警方赶到后，封锁了现场，里头满地血污和尸体，堪比人间炼狱。现场奇怪的符号，被打翻的诡异法器，让他们怀疑是道士用邪术诈骗，最后杀人逃走。加上道士不知所踪，自然他成了最大嫌疑犯。至于我跟我弟，因为藏在家里的地窖里逃过一劫，我们哭泣着说是奶奶发现了道士有问题，让我们躲在这别出声。我奶则没那么幸运，她受了刺激，中风瘫痪，只能住进医院。好在我已经大了，弟弟也懂事了。在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帮助下，第2年高考，我很顺利地考上了北京的学校。医生护士都夸我们是他们见过最孝顺的孩子。我弟坐在病床边，沉稳地用刀削着苹果，刀光闪烁，我奶恐惧的眼瞳扩张，身体站立。他想挣扎，想说话，想逃跑，我弟只是握住他的手，似笑非笑。是啊，我们这条命可是奶奶拼命救回来的，当然会孝顺您到老到死啊。